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经济的底层水流正悄悄释放出一个推翻所有衰退预言的黄金讯号？就在最近，当多数人还在为美欧经济会不会硬着陆而忧心忡忡、争论不休时，摩根大通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全球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全球综合 PMI 报告。这份报告投下了一个让市场惊喜的重磅结论：全球经济不仅没有熄火，反而正以年化 2.7% 的强劲增长率超预期狂奔。这个速度甚至直接调高了2026下半年的全球增长预测。然而，在数据一片大好的背后，摩根大通也遭下了一盆冷水，警告大家，一场隐形物价悄悄垫高的通膨风暴正躲在暗处，这将彻底打乱美欧央行的降息时程表。最关键的是，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底层产业正迎来历史性的关键黄金交叉。为什么地缘政治稍微缓和，全球经济就立刻满血复活？我们又该如何赶在美欧政策转向的前夕，火速锁定黄金资产的防御避风港？摩根大通指出，随着中东局势迎来实质性的和缓，再加上全球企业在2026第二季度大举启动招聘与资本支出，中期的经济扩张动能正处于今年以来的黄金加速期。6月，全球综合产出 PMI 的回升，证实了全球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正朝着年化 2.7% 的强势路径迈进。这显著超越了摩根大通原先对第二季与第三季的保守预估。然而，摩根大通的核心观点是，实体经济的火热与服务业隐形价格的持续上扬，意味着去通膨的最后一里路将变得极其艰难。在这种背景下，美欧央行的降息窗口虽然已经打开，但节奏将被迫转向审慎与防御。投资人此时不应盲目追逐高风险的过热资产，而应密切锁定中美产业黄金交叉所释放的结构性红利。我们来细细拆解摩根大通做出这项强势研判的底层数据与宏观逻辑。首先是全球 GDP 年化增长 2.7% 的超预期修复。6月，全球综合 PMI 的上扬拉高了全球 GDP 增速，且高于2、3季预估。华瑞认为，这代表商业活动走出地缘阴霾，需求集中释放，有效缓解了衰退焦虑。其次是地缘缓和与资本支出共振的双引擎推动。中东局势和缓令供应链运价回落，直接刺激企业重启招聘与资本支出。华瑞认为，这项实体投资驱动的信心解冻，为下半年景气复苏奠定了扎实基础。接着是隐形物价悄悄垫高的二次通膨隐忧。虽然商品价格回落，但服务业投入成本与收费指数粘性极强。华瑞认为，隐性转嫁至消费者的营运成本将使美欧央行对降息步调陷入纠结，置业宽松空间。最后是中美在50点分界线上演的产业黄金交叉，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稳立于50点荣枯线上方，美国制造业亦筑底反弹。华瑞认为，两大巨头的景气交汇形成完美分工，将主导下半年的全球资产命脉。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忽视了降息预期与实体过热的剪刀差。在全球 GDP 年化增长 2.7% 且物价攀升下，经济其实偏热，此时盲目降息恐引爆二次通膨，因此降息日非放水狂欢，而是政策防御与资产重估的关键拐点。面对全球服务业强弹与中美产业黄金交叉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思考资产配置？华瑞认为，应关注两个核心观察维度。第一，规避高估值科技泡沫，配置具备实质现金流与定价权的防御资产。第二，避开受累于人工成本的传统重资产，转向受惠于资本支出回升且能用 AI 降本的制造与科技基础设施龙头。指标应锁定服务业 PMI 价格与中美每周订单增速。总结来说，摩根大通这份全球综合 PMI 报告为我们揭开了全球经济在全新降息期最真实的生存密码。年化 2.7% 的强劲增长与中东局势缓和，证实了实体经济的韧性依然完好，但隐形物价的悄悄垫高，也注定了这场降息战役将是一场防御性的拉锯战。在中美产业黄金交叉的关键时刻，看清数据背后的实体复松与定价权转移，避开盲目的降息狂热，火速做好防御性资产的黄金布局，才能在波动的宏观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
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